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生酮香肠和生酮午餐肉，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物，好吃又完全生酮友好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做生酮香肠，来准备调料：6克的盐巴，2%的盐是标准配比，不喜欢太咸可以少加。接下来的调料可以照自己口味加，我用了1/4茶匙姜粉和半茶匙黑胡椒粉，1/4茶匙芥末粉，1/4茶匙盐水粉和半茶匙蒜粉。这里是300克的绞肉，这里的2%就是刚刚盐分的重量。倒入所有调味料，把它抓匀，不想弄脏手可以用筷子或勺子。朝一个方向搅，直到肉变得粘稠有弹性，像这样。这次我用的是胶原蛋白肠衣，用起来很方便，也很方便收藏，但先别像我这样把它拉开。有灌肠器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用，还来不及买就用了其他道具。用一个漏斗和一个小擀面杖，我用的是一个小木杵，没有拉开的话可以直接剪一小段套上去就好。下面留一些空间，把肉像这样塞进去，然后把太满的地方压扁一些，肉不能塞得太满，不然煮的时候会爆开，大概80%满就好了。接着用绳子把头尾绑起来，从侧面看香肠是这样扁扁的才对哦，太鼓的话就是肉放太多了。过后再看要做多长，用绳子分段。接着用针把有小气孔的地方扎洞，让空气出来，不然空气遇热膨胀，香肠会爆开。过后再把香肠滚成圆柱形，皱皱的就对了，这样才有空间膨胀。冷水下锅，本来是想一起把午餐肉蒸了，所以才放了蒸架，大家不需要放哦。开中大火盖上盖子，一微微沸腾就开盖子，开最小火慢慢煮，这样才不会爆开。这时候可以看到香肠已经膨胀，变得圆鼓鼓的了，时不时可以翻动一下，我们煮个30分钟就好了。把它捞出来，沥干水，再把它剪开。香肠这时候已经熟了，没有要直接吃，可以放冰箱冷冻收藏，可以保存很长一段时间。现在我们来做生酮午餐肉，1块鸡胸肉，大概320克，切块后放搅拌机，把它搅碎，差不多像这样。加入6克盐，一样的，这是市售午餐肉的咸度，口味淡的小伙伴可以少放2克左右。半茶匙白胡椒粉，1/4茶匙姜粉，1/4茶匙蒜粉，半茶匙五香粉，我还加了半茶匙红曲粉，做出更像午餐肉的颜色，不加也可以。继续搅打，因为机器开始变热了，所以我就上手揉，像这样均匀就好了。接着加入80克冷水，一样快速搅动，直到像这样水都被均匀吸收掉。刚忘记加的2茶匙代糖，1汤匙酱油，1茶匙麻油和2茶匙无味椰油，最后加入1颗蛋白，搅拌，
可以的话，用搅拌机会快很多，但用手也可以。在变均匀后，我们加入最后一个食材，10克磨碎了的洋车前子，能增加午餐肉的弹性。再搅拌均匀。我们需要一个耐热模具，我用的是20乘15公分的玻璃模具，模具里抹油方便脱模。倒入肉后，用刮刀整理一下，尽量压实，不要让里面有空气。到最后可以用手把肉整理得更平整一些，但手要抹油才不会粘。记得别选太小的模具，蒸煮的过程午餐肉还会膨胀。盖上锡纸，水开上锅，盖上盖子，中大火蒸40分钟。40分钟后脱模放凉，然后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这个午餐肉可以直接吃，但煎一下应该更好吃。刚刚的生酮香肠我也煎一下，煎到金黄就可以出锅。生酮香肠煎后表皮变脆了一些，调料很足，口感也很棒。午餐肉直接吃也非常好吃。看看这个质地是不是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呢？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